欢迎新闻啊！其实我特想跟新闻聊一个事儿，就是前度刘郎今又来啊，就是当年红火的历史证据，中途有一段就是被所谓的这个鲜肉 IP 给挤走了，哎，大家觉得哎那东西太老套、太书面了，离我们有点远。但现在又回潮了，而且回潮的势头特别猛。你看这个最近这个准备拍的那个报审的啊，像什么风起何进、风和晋起、张居正。包括什么《阳明传》，原来都是传过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拍成，或者说没报批通过的。现在全《阳明传》还没过呢，还在准备剧本，还是没过是吧？不是没过，是在准备剧本，还没正式立项。但是就是说立项这块上，就至少是有指望了。原来可能就觉得这事儿肯定过不了是，那肯定是有指望的。对，其实就等于是有点回到当年这个康熙啊、雍正他们那个时代的这个证据风了。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就这种前度刘郎今又来，它代表了什么背后？这个首先跟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成为我们国家现阶段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了啊。那么随着这个号角的吹响，然后近期我们确实有4部历史证据，就应声立项了啊。就刚才你已经说到风和晋起、张居正，还有天下大同，这是北魏冯太后的故事，还有一个太平年啊，其实太平年是一个系列剧的上部啊，就叫吴越归宗之太平年，它其实还有一个下部叫吴越归宗之陌上花开，这是那么还有一个历史证据是诸葛亮传，这就已经是就已经立项了啊。那这个确实是标志着我们沉寂了可以说好长时间的历史证据啊，这回又正式的快马加鞭的就回来了啊。其实还有一个是江苏省的一个重大项目，叫张謇。张謇是清末的一个状元，南通的商人，同时又是中国的第1代的实业家，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多能的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啊。他其实是去年立项的，今年马上就要7月份，据说就要开机了啊，就是获准拍摄了啊。那么这5部剧可以说是标志着历史证据的春天又来了啊。但是我们可能历史环境啊，包括观众的背景也不一样了哈。当年证据那么受欢迎，你觉得这一波5部剧出来，第一个它拍摄的方式，包括意识，是不是还是跟以前会不一样？我觉得应该也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了，然后具体的成品会是什么样子，播出的效果如何，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原先我们的历史证据呢，当然也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啊，这个往往是表现的重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我们往往都是可以说归纳为一种权谋剧，就是这个权谋注入的越充分，大家会在看的过程当中会越过瘾啊。那么其实有一段时间，所谓这种权谋和宫斗啊，这种元素在我们的历史剧和古装剧当中是受到限制的。那么这次这个历史证据重启呢，我觉着可能完全照着原先那个权谋路线去走也是不太可能的了啊。现实的，你不可能不包括这些，因为历史往往你要写到帝王将相，必然这就是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但是你说这次要拿什么来作为主体，拿什么来作为去向观众展示、吸引观众、感染观众的东西，我觉得肯定是得做一个重大的调整的啊。你从这个剧目，我觉得也能看出来，就是原先我们这种，你比如说大明王朝1566啊，海瑞是一个志大阳刚的一个历史正面人物，嘉靖呢又是一个富有权谋的极其阴柔的这么一个帝王啊，就是说2极表现的都很充分啊。但这次呢，你看这个诸葛亮传，这是一个就是古往今来大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一个历史典范型的人物啊。我也看了看他们报批的那个简单的那个梗概啊，都还是从正面，是从丰功伟绩的角度来切入的啊。你比如说张居正，就我想重点会展示他这个一条鞭法的这个改革啊，然后让这个沉疴祭酒的大明王朝也是有点中兴的气象啊。你像诸葛亮传就不用说了啊。那么还有冯太后这个天下大同。
冯太后其实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啊，她辅佐了3代帝王啊，她自己的这个她自己的夫君，然后她养的一个她夫君的儿子啊，包括她的孙子啊，这3代帝王她都是辅佐过的，而且她个人呢也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像武则天一样的。我们现在看也可以叫男女平权的一些这种生活的现代意识嘛，啊，对对对，但是我看我们的剧立项的时候，主要切入的还是讲冯太后如何啊去对君王实施这个正面的辅佐，然后让他实现这个民族融合，对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啊，主要强调的是他这个方面的。北魏孝文帝最大的功绩就是民族融合。对，他和魏孝文帝其实有点接力赛的这个感觉啊，就是冯太后啊完成了这个前半程啊，然后魏孝文帝在冯太后去世以后又完成了后半程啊，然后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天下大同吧。而且我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原来视频平台是对这种剧不感兴趣的，但现在都在争抢，就是完全反过来了。包括他们对观众的认知，难道觉得他们的受众都会喜欢这种历史证据吗？现在是这样，就是一个是视频网站确实，对于长视频，这个它的本质，这个认识是发生变化的。哎，就是无论是爱奇艺啊近年来的一些做法，还是昨天孙中怀那个长篇的演讲啊，你都能看到，就是说，他还是觉着电视剧是要有一类厚重的。家国情怀的，要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民族的来路，和前景的啊，这么一些厚重的剧目啊，那么另外一部分当然它还有很多就是商业化的啊，作为它基本盘的古偶啊，一些偏于狗血的生活剧啊、甜宠剧啊，哎，用那些东西构筑它的基本盘，然后用这一类这个历史大剧啊，一个是形成他们自己的一种也算是精神标杆啊，同时呢，他们也相信就是做好了以后，它也是可以变成一个所谓商业上的爆款。而且我和孙中怀昨天的演讲有2个词儿我特别注意，一个叫培根铸魂，这个其实就是说的这种历史证据在他们那种平台啊，有时候它就是体系中的脊梁。就是你没有这个脊梁，你可能这个其他骨架都撑不起来啊，培根铸魂。第二个就是观众审美的提升，他们可能还是觉得说观众会越来越喜欢这种精致的，是吧？严肃的讲故事的方式。是，就我们的视频网站也是各方面都在进步嘛啊，就是仲成祥老师所提倡的培根铸魂啊，现在也成了他们重要的一个主张了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啊。以前他不上这些历史证据，他是不看好它的市场前景。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过去几年来的一些成功的作品，就包括我觉得《狂飙》和《漫长的季节》，让他们认识到了，包括《人世间》啊，就是严肃文学啊，对，貌似那个色香味儿初看上去不是那么浓烈的一些作品，其实也是可以打通圈层成为爆款的，给了他们一些信心啊。另一方面呢，你比如说，在长征这个电视剧出现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个革命历史题材可以这么深入的表现党内的斗争，对，但是长征表现了以后就成了嘛啊。然后觉醒年代，在觉醒年代出现之前呢，谁也不知道说我们党史剧啊可以去把一些曾经认定过的一些面相和这个脸谱比较花的一些人物啊，一些可以按照革命先贤的正面人物来表现。哎，他出来以后，大家也是觉得这个陈独秀是可知可感、值得尊重的嘛啊。那么既然每一次都是有些人做了一些创新的破格的事情以后，已经具备了成功的可能性，我想他们也是寄望于这些历史证据能够啊在原先的基础上实现一些突破啊，同时获得一个商业的成功啊。就是根挖深面拓宽，在平台看来也成了可能，对的，所以他们就有信心了。对的，原来是觉得啊不可能，这个事儿肯定就是这样了，但现在发现可能性挺大的。对，那么既然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在是
整个国家上上下下的一个重大任务。那我觉得视频网站他们也责无旁贷嘛，他们现在也有这种主动性啊。你看，就是除了刚才说到立项的这4部，还有即将开机的章检之外呢，还有一些大块头的历史证据也在酝酿当中。是啊，你说到的这个《阳明传》，其实剧本可能写了有3年了，也许是断断续续的吧。你这是刘和平老师做剧本的顾问，申杰在主笔在写啊，预计将来是张永新要导演的。你想这个阵容组合起来也是国家级阵容啊，哎，想象力国家队是非常大的啊。那么还有2部，就是央视已经在自己的这个年度片单会上发布了2年了，《大汉赋》和《大唐赋》。《大汉赋》呢，这2个其实已经是爱奇艺也加入这个制作的阵营了啊。大汉赋应该写的是2段故事，西汉的汉武大帝的这段故事啊，范武强汉，虽远必诛，你看又是丰功伟绩的思路啊。然后他的下部写的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啊。那么《大唐赋》写的全是李世民的故事啊。《大唐赋》的上部应该是少年李世民啊，就是如何去冲锋陷阵，去打下一个大唐江山的故事。然后下部呢，写的是李世民青年和中年的李世民吧，如何励精图治，成为一代明主的故事啊。这个也，而且《大唐赋》的这个进展会更快一些啊。由这个大决战的编剧黄建东执笔啊，已经上部的剧本啊，应该说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很让人期待哈。因为《大秦赋》其实虽然说有一些口碑参半，但是影响力是很大的啊。对《大秦赋》，那它就是我觉得它是制作层面，尤其是这个千军万马厮杀的场面啊，应该是我们所有的历史证据里头，它做的是比较好的啊。但是确实可能篇幅也长啊。那么中间也有一部分是进入了那种宫廷斗争的那个章节啊，有一些吐槽哎，但是总的来说，它这个所谓的天下归一啊，这个事儿，这个主的方向还是把住了啊。所以我们都很期待这个大唐赋啊，包括大汉赋的出现。反正这一批历史证据呢，我觉得。按正常创作规律来说，肯定也是有的成，有的大成，有的小成啊，有的可能比较一般啊。但是确实历史证据，第一是不能完全按照原先那种路线来了，尽管原先那个非常的好，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另外呢，确确实实呼唤，就是说，如果能出现像《觉醒年代》一样啊，出现这个新的选材、新的视角、新的表现方法，破局之作出来以后呢，也许就是让它又会上一个大的台阶。所以这是给创作者提出很大的一个课题，如何破局？对，所以这里头我觉得我们的老骥伏枥的那些大的历史编剧，你还要发挥余热，然后最好是这个中生代的和新生代的编剧。该你们出大作品的时候，包括马伯庸他们也别闲着啊，别该写还得写。对，马伯庸的作品过往的可能是偏于古装传奇多一些啊，但是现在到了这个典韦镜下的大明的时候，它是有点微观历史证据，而且它就有点破局感嘛啊，它是一种新的切入角度来讲历史。对对对，就是说有意思。我们也不光是要这个宏观历史证据了，对，不光全是这个历史的大人物了，对，微观历史证据也是需要的，也叫证据。好。